要知道，我最開始申請這張家人的信用卡時，我選擇的也是，然而他卻直接給我批了$500的額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獨立離岸顧問 Sean， 關注我，讓你全球都有人。上周我們的視頻從零搭建美國信用矩陣發布後，反響相當的熱烈。但我在評論區和後台發現，很多的朋友在實操中被卡住了。Sean，為什麼你給中國家人 ITIN 獲批後的第一張卡推薦 Capital One 呢？2026年首卡申請變難了，到底該怎麼破？確實，2026年的金融風控環境和前幾年大有不同。為了回饋粉絲，今天我不私藏，直接給大家拆解一套2026年 ITIN 申請美國信用卡從入門到進階的保姆級指南。就算你不住在美國，掌握了這套邏輯，照樣能夠拿頂級權益。建議大家先讚、收藏，再觀看，以免以後找不到。Let's get into it。第一階段，零信用起步，破冰期。剛拿到 ITIN 的時候，你就像一張白紙，這時候直接衝 Chase 或者 Citi， 大概率會收穫一張冷冰冰的拒絕信。在2026年的門檻下，對小白最友好的信用卡巨頭依然是 Capital One。但我最推薦的破冰首選是我手裡的這張 Capital One Platinum Mastercard。為什麼是它呢？原因有3：一、門檻極低，它是目前對 ITIN 網申支持最穩的卡片之一。2、安全區原則。很多人問為什麼不選 Quicksilver， 返現 1.5% 不香嗎？因為 Platinum 是一張無年費的卡，作為大家的第一張卡，它要伴隨你的信用記錄一輩子。沒有年費意味着你沒有任何持有成本，可以一直養着它。3、無損試錯。善用 Capital One 官網的 Pre-Approval 頁面，只要查到 Pre-Approval 通過，下卡率接近100%，完全不傷信用。如果網申還是不過，別灰心，直接上押金卡，也就是 Secured Cards， 存$200到$500進去，這就是你的額度。用上半年到1年，銀行會把押金給退還給你，這張卡就正式轉正了。這是最穩的地基蓋法。要知道，我最開始申請這張家人的信用卡時，我選擇的也是押金信用卡，然而他卻直接給我批了$500的額度。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比我更幸運。第二階段，進階期。當你持卡6個月以上，信用分數來到700分以上時，你就脫離了新手村，可以開始進入更有價值的信用卡了。這個階段，你的主角是 American Express 美國運通。Amex 的審批邏輯很有趣，比起信用分，它更看重的是你收入申報和消費潛力。因此，我的推薦卡片就是 Amex Gold 或者 Blue Cash Everyday， 這2款絕對值得你擁有。2026年的新趨勢 ，Amex 現在支持無信用分申請，甚至可以利用 Nova Credit 系統，通過你在國內的優質信用體系來轉換額度，這對於 ITIN 的用戶是一個巨大的紅利。同時，在這個階段，你也可以嘗試申請 Citibank 花旗銀行，但要注意的是，花旗是出了名的地址控。如果你用的是轉運地址，是非常容易觸發風控的。建議確保你的美國私人地址非常的穩固。第3階段，高峰期，也就是我們的終極目標。當你擁有了12個月以上的信用記錄，並且沒有頻繁的申請導致 hot pool， 我們就終於可以去敲 Chase， 也就是大通銀行的大門了。在美卡圈裡邊 ，Chase 可是行業標杆，不論是 Freedom Unlimited 還是 Sapphire Preferred， 它的福利都是非常的誘人的。但想要拿 ITIN 攻克 Chase， 你必須要避開著名的524規則，即24個月內不能申請超過5張信用卡。這裡面我有一個進階錦囊需要跟大家分享。想要提高 Chase 的批卡率，先去開一個 Chase 的 Checking Account， 存入$5000以上，放幾個月，建立磚頭聯繫。這種搬磚過關的方式，在2026年依然是 ITIN 用戶的終極通關密碼。總結：避坑紅線。最後，2026年申請美卡有這麼4大核心維度，你絕對不能掉以輕心。第一，地址必須是穩定的美國住宅地址，那種萬人用的商業轉運地址，基本上一生一個封號。2、電話別再用虛擬號，辦一個長期的美國實體號，比如說 Ultra Mobile、PayGo， 或者說 Tello 或者 US Mobile。
它是接收驗證碼和驗證身份的命脈。3、監控，養成習慣，定期通過美國信用局查詢你的 ITIN 是否真正關聯上了信用報告。4、節奏，別貪快，每2張卡之間至少間隔3到6個月。信用記錄是一場馬拉松，而不是100米衝刺。美卡申請只是全球資產配置的一小步，但也是建立個人全球信用身份的關鍵一步。如果你在 ITIN 申請或者地址解決上有任何問題，都歡迎在評論區留言或者私信聯繫我們。順手牽羊，一個最懂企業家跨境配置的頻道，我是Sean，我們下期見，拜拜。